大家好，欢迎收看《形影不离》。今天咱们一起看一看日本的大埋活人。躺在沙坑里，一悄悄的沙子埋在身上，直到黑黑的沙滩上只留下一个个安详的人头。别害怕，这不是日本恐怖片，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天然沙浴。其实沙浴的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先买票换上浴衣，然后拿着毛巾去找个坑躺下，等着服务员拎着铁锹来埋你。埋葬好，保持姿势不变，10分钟以后再让人把你刨出来，然后洗个澡，泡泡温泉，彻底放松。其实这里的沙子都是热的，可以根据沙坑的深度来调节温度。开个小玩笑，躺在沙坑里千万不要睡着了，否则很可能时间一长就成叫花鸡了。现在的很多人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过活，而压力又会降低免疫力，所以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疾病。其实很多疾病都是由病态的心脏引起的，而这沙浴呢，就是通过温热的沙子来温暖并安慰那些重压之下的一颗颗脆弱的心灵。眼前的沙浴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躺在沙滩上，体内的毒素会快速排出，体内黑色血液在沙浴10分钟后会变成鲜红色。在这方面，沙浴比泡温泉的效果要高出3到4倍，可见其全身美容护理的效果也非同一般。另外，沙浴还可以有效地缓解很多的慢性疾病。这里沙子的热量并不是来自于海水，而是地下的温泉水。沙浴价格通常在1000日元左右，并且只有在日本九州岛上的鹿儿岛才能体验到。而由于指宿的沙浴最为出名，这跟附近的活火山萨摩富士山有很大的关系。火山附近的池田湖也曾是一个超大的火山口，池田湖也是日本版尼斯湖水怪的故乡。由此可见，指宿市的地热活动非常丰富，难怪会有神奇的地下温泉沙滩。另外，在指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地方，每年3到10月，连接小岛的沙洲会从海面显现出来，此时可以徒步800米登上小岛游玩。在指宿不管怎么玩，只要最后去享受一下沙浴，一切疲劳和烦恼都会烟消云散。这就是日本的大埋活人，你敢去吗？这座既神秘又略显恐怖的岛屿是黄渤一出好戏的拍摄地。宫崎骏曾数次来到这里寻找灵感，随后创作出《幽灵公主》。这座岛屿就是日本最早的世界遗产屋久岛。屋久岛位于日本九州鹿儿岛最南端，因岛上高山起伏，也是日本降雨最多的地方。但即使在雨季，也不断会有游客前来寻找电影中那一幕幕古老而神秘的自然景观。在屋久岛东南的本富岳有一座千寻瀑布，巨大的花岗岩上呈现出壮丽的 V 字景观。而岛西边的另一处大川瀑布则是岛上最大的瀑布，也是日本百瀑之一。从大川瀑布向北有一条西部林道，一直以来都是屋久鹿和屋久猴的地盘。森林密布的屋久岛也有一句谚语，号称人2万，鹿2万，猴2万。屋久岛西部的永田海滩是一处不错的休闲海滩，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由此进入清爽宜人的恒河溪谷。永田是距离屋久岛最高峰宫之浦岳比较近的地方，海拔1936米的宫之浦岳几乎在屋久岛正中央，也是日本九州的最高峰，被誉为海上阿尔卑斯。在宫之浦岳的密林深处生长着屋久岛上的树神绳纹杉，据说已有7200年的树龄，可要想亲眼目睹树神并不轻松。从荒川登山口出发，单程山路为10.7公里，往返至少10个小时，不过一半以上的路程都是沿着小火车轨道，途中会遇到一棵巨大开裂的树干，站进中央能看到树干上面的心形切口，这也是最有意义最具吸引力的拍照打卡地。越往后走，苔藓会越厚，雾色弥漫的森林充斥眼帘，这里没有鲜花，满眼全是略显恐怖的绿色。如此从千寻瀑布顺时针绕岛一周，最后在屋久岛东北部就是幽灵公主中苔藓森林的原型白骨云水峡。这里有3条登山路线可供选择，分别为1小时欣赏3000年弥生山，3小时进入幽灵公主森林和5小时登上太古岩。最后在屋久岛如果登山累了，还有很多温泉可以放松，特别是最南端的平内海中温泉，但每一天只有海水退潮后才可以泡。这里没有更衣室，不准穿泳衣，免费男女混浴。曾经宫崎骏在屋久岛上对幽灵森林的灵感就来源于一片苔藓顶上的特写镜头，微小的露珠晶莹剔透，闪闪发光，如此秘境，置身其中就仿佛荒岛求生。怎么样，你想去转转吗？你知道日本东京竟然还有一座神秘的天堂岛吗？而且还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佳的观星地之一。这座岛屿名为青岛，距离东京以南约358公里，是日本伊豆群岛南部一座孤独的火山岛。虽然行政上归属东京管辖，但岛上则完全是一派侏罗纪公园般的原始景象。这里是整个东京人口最少的地区，岛上目前仅有168名居民，伴随着他们的是仍旧还没有死的活火山。青岛是一个复杂的第4纪火山岛，长3.5公里，宽2.5公里，
由至少4个火山口的重叠残余物组成。该岛周围是非常陡峭的层状火山沉积峭壁。青岛的最后一次爆发是在1785年，当时的喷发导致327名岛民中的1半人丧生。没有人真正知道青岛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居住的，但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住在同一个岛上，那么众神会惩罚他们。所以日本人一直都阻止女人到青岛居住。1785年火山喷发后，该岛无人居住将近50年。当然，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岛上唯一的居酒屋就会经常从岛外招聘女服务生。别看小岛不大，居民也不多，但在旅游地图上居然还标注了13处景点。岛上公路建设和市政建设比较完善，带按钮的红绿灯是专门为小学生们准备的。为了穿过厚厚的火山岩壁，岛上还专门打通了一条隧道，可以看到岛中间还有一座轮廓清晰的火山口。这座火山名为丸山，郁郁葱葱的林间小路可以通往山顶。日本气象厅仍然将青岛认定为 C 级活火山，这一点从山坡地面冒出热蒸汽就可以得到印证。虽然会有硫磺的味道，但也给岛上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是游客和居民们都可以免费使用的蒸汽锅，可以蒸鱼、蒸白薯，还有肉类和鸡蛋，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直接上桌了。另外，热蒸汽的利用还体现在岛上唯一的互动桑拿房。在青岛上可住宿的地方并不多，虽然餐厅也很少，但所能享受到的美食却无比丰盛。为了安全，在岛上开车限速为30公里每小时。在大山景观公园海拔423米处有一座古老的天文台。在小岛的北部是一片平坦的缓坡，绿色森林中的蓝色部分是小岛收集雨水的装置。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露营是个不错的选择。岛上很安静很安全，到了晚上不仅没有任何灯光污染，而且几乎也没有任何噪音，所以这里是一处绝佳的观星目的地。日本人则称之为星辰体育馆。在青岛，港口很有特色，渔民的船需要起重机吊起，通过缆索上岸，而客货船则是正常的靠岸，运送游客转载货物。平日里人们会来到港口海钓，经常收获还是不错的。人们常说，在青岛互联网和手机信号都很弱，这里与东京相比就是一个慢节奏的世外桃源。岛上也没有地址和门牌号，所有居民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姓氏。但即使这样，岛上居民从亚马逊购物也可享受免费送货。小岛上唯一的一座小超市是村长家的，同时酒店、加油站、汽车修理厂等也都是村长家垄断。不过居民们和游客对此并不在意。去往青岛目前只能通过直升机或轮船到达。距离青岛北面70公里的八丈岛是从东京出发的中转站，轮船需要3个小时左右。不过一般游客大多会选择乘坐仅20分钟的9座直升机，所以在旺季的时候，机票则需要提前半个月预定。如果计划周详，一早从东京出发，大约2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青岛。这样一座小岛，玩1天、玩2天，甚至1个星期都有可能。如果你喜欢观星，青岛是个不错的选择。怎么样，一起去看星星吧。日本被遗弃的战舰岛充满了腐烂和黑暗的秘密。战舰岛的历史很复杂，但清楚的是，当人类离开时，大自然将接管，但建筑物会崩塌。距离日本长崎17.5公里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废弃的岛屿，名为端岛，有一起外形酷似战舰，因此也被称为战舰岛。当然，由于其黑暗的历史，也被人们称为监狱岛、地狱岛和幽灵岛。最早的战舰岛只是一小片浅滩，由于煤矿开采，小岛不断被填海扩大，最终面积变成了原来的3倍。混凝土围墙将小岛完全包围。从1887年到1974年，战舰岛一直为日本的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煤炭。然而，就在这仅有6.3公顷的小岛上，鼎盛时期居然居住着5000多名矿工及家属，因此也成为了当时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可一旦石油开始取代煤炭，煤矿就会关闭，人们就会离开。但随着废弃的混凝土围墙的破碎和植物的繁盛，这座破败的岛屿引起了那些对历史遗迹感兴趣的人们的注意。当然，战舰岛的过去并不那么简单。在2战期间，日本利用朝鲜平民和中国战俘作为强迫劳工，使得该岛的历史更加黑暗。由于不安全的工作条件、营养不良和极度疲惫，从20世纪30年代到2战结束时，岛上共有1000多名工人死亡。目前的战舰岛于2015年被收录到世界遗产，但该岛被收入世界遗产的理由仍然是一个争议。其实尚不清楚的是，该岛的焦点是否应该围绕其在日本快速工业革命中的作用，还是为了提醒那些不得不忍受非人待遇的强迫劳工。战舰岛上的海底煤炭最早于19世纪被发现。为了赶上西方殖民大国，日本从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快速工业发展期。在被三菱公司于1890年收购之后，战舰岛成为日本首个海底煤矿开采基地。1916年，日本全国第1座大型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岛上建成。紧接着，其他矿工公寓、学校、医院、邮局
商店等基础设施也陆续完工，而且每座建筑之间都有地下通道连通。在1959年，战舰岛上达到了5259名居民的最高人口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石油成为煤炭的替代品，日本全国各地的煤矿纷纷关闭。1974年1月，三菱公司正式关闭了战舰岛煤矿。即使岛上已无人居住几十年，但三菱公司仍保有战舰岛的所有权。2009年，经过整修与维护的战舰岛作为一个诡异的历史遗迹旅游景点开始对游客开放。尽管旅游业蓬勃发展，以及作为007电影的拍摄地亮相，但小岛上绝大地区仍然禁止游客进入。不过来岛上野游的游客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关于战舰岛黑暗历史的争论则体现在曾经大批的奴隶劳工的悲惨经历，这同时也给战舰岛增添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诡异。据当地记录显示，在1925年至1945年期间，岛上至少有123名朝鲜人和15名中国人死亡。虽然战舰岛最初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其申请理由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工业化壮举，但并没有提到朝鲜和中国的强迫劳工，所以韩国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并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翻滚着他们反对的理由。尽管后来韩国撤回了反对意见，但其电影《战舰岛》还是尖锐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甚至票房都超过了盛极一时的《釜山行》。在2015年7月的 WHC 会议上，日本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承认，大量韩国人和其他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某些地点被迫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然而，由于日本官员一再拒绝使用强迫劳动一词，或将朝鲜工人称为奴隶，因此韩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未完全消散。战舰岛背后的历史是丰富、复杂和黑暗的，但最后我们要记住的是，其黑暗历史同样也包含着中国劳工的悲惨命运。当太阳升起，海面上腾起皑皑雾气，阳光与严寒创造出大自然之谜，一幅绝美盛景，一个平静的钻石海滩。世界上只有这个海滩的冰块可以晶莹剔透到如宝石般清澈，因此这些冰也被人们称为宝石冰。我们都知道，通常的冰块，尤其是海冰，并不透明。那这些如宝石般透明的冰块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宝石冰是石胜川的河水结成的冰，因为河水里没有盐分，所以才显得透明。当气温远低于冰点时，石胜川河口被冰面覆盖，进入大海，冰面被海浪打碎，随着海水漂浮涌动，相互撞击。在发出震撼声音的同时，浮冰犹如鹅卵石，棱角被磨平抛光，最后在潮汐的作用下，由海水送上海岸，最终形成了这神秘的钻石海滩。2015年，日本摄影师蒲岛久发现这些冰块，并取名为宝石冰。目前，当地创建了宝石冰博物馆，并推出了一日游、日出游和夜间游3种旅游形式。如果自驾来到这座日本北海道石胜川河口的大金海滩，距离海滩2公里左右有停车场，同时还有休息场所和简易厕所。这是一个尚不为很多人知的地方，游客大多是摄影师。每年1月至3月，气温下降到零下20度左右，宝石冰将会在海滩出现。东风町网站正在实时发布海滩照片信息，新一轮宝石冰大片即将上演。看到这里，您可能又一次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了，因为没有开发，没有人工修整。如果你来到大金海滩，也许会失望而归。总有人说，看到别人发的照片，但自己去了，感觉并没有那么美。其实，我们每一次旅行，不都是为了去发现自己眼中美的人、美的事和美的景吗？我们用摄影师的姿态去发现身边那些毫不起眼的美，生活也许会更有趣，自己还可能更开心。您觉得呢？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日本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旅游国家。即使放眼整个亚洲，日本也绝对算是一个旅游天堂。很多日本人喜欢去冲绳那边潜水。如果你也是一个潜水迷，那一定要去与那国岛看一看，因为那里不仅可以潜水，而且还可以亲手抚摸一下日本的亚特兰蒂斯，一座神秘的1万年前的水下金字塔遗址。与那国岛本身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拥有陡峭的悬崖、美丽的海滩、舒适的小径，以及神秘的岩石和绿色的公园牧场。当然，这里还有很多专门为游客提供潜水服务的公司。如果你在水下看到那座神秘的与那国岛水下金字塔，一定会为它的宏伟的结构而惊叹不已。与那国岛水下金字塔又被称为海底遗迹或与那国岛纪念碑，看起来就好像是大型人工切割过的石头建筑遗迹。与那国岛也因此而闻名。这座水下金字塔于1985年由探险家新松喜八郎意外发现，据说属于姆大陆古文明的水下建筑遗迹，几乎是埃及金字塔的2倍。从建筑中发
发现的冰河时期的遗迹、陆生动植物的遗迹以及钟乳石的遗迹，则暗示出这座海底金字塔可能有1万年之久，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关于水下金字塔是否是人工建造，科学家们则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日本琉球大学的海洋地质学家木村经过对水下金字塔的深入研究，他更偏向于认为水下金字塔是一座5000年历史的人类城市的遗迹。他已经确认了石头上的采石痕迹、雕刻在石头表面的基本字符以及雕刻成动物形象的岩石。他认为很难将其起源解释为纯粹自然的原因，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类对建筑结构的影响。但波士顿大学科学与数学教授罗伯特·舒克却不这么认为，他不相信水下金字塔主要特征或结构都是人造台阶或梯田。他坚持认为这些看起来有规则的巨石实际上都是天然形成的。科学家们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否定水下金字塔是人为建筑，因为这些水下岩石太老了，不可能是人类创造的。早期的人类没有这个技术。当然，在争论不休的自然谜团面前，关于外星人的传说再一次浮现出来。与那国岛所在的海域被称为东方的百慕大三角，这是一片极具危险和超自然活动的区域。木村教授并不相信外星人传说，他认为这是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时存在的石头结构。当时海平面比今天要低几十米，由于最大的城市总是建在海岸上，所以可能人类的文明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早得多。尽管科学家们关于水下金字塔起源的争论一直在激烈进行，但日本文化事务局和冲绳县政府对此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水下金字塔既没有被列为重要的文物，政府机构也没有研究或保存，而是将这些争论和努力留给了科学家和那些感兴趣的人。那作为游客来说，当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前来感受这座水下25米的建筑奇迹，即使不会潜水，也可以乘坐半潜水观光船来欣赏这座神秘的1万年前陆地上最古老的城市建筑。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岛屿，距离台湾宜兰仅110公里。如果你看过由日本漫画《孤岛诊疗所》改编成的电视剧《小孤岛大医生》，那你一定会对与那国岛上的小诊所印象深刻。据说此剧拍摄过程中造成许多的噪音和滋扰，使岛民相当不满。后来摄制组决定先在岛上播放此剧的第1集，播放完后，岛民对此剧相当欣赏，也转变了态度，对拍摄表示支持。在最后1集中，有近100名岛民在此剧中客串演出。其实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中岛美雪演唱的《骑在银龙背上》，你也一定不会陌生，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在日本东京西南约550公里，此国德岛县的明景地区有这样一座世界闻名的小山村，村里只剩下20名高龄留守的老人，但娃娃假人的数量却有400多个，因而这里也被称为娃娃村或娃娃谷，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即将成为世界上第1个超老年国家的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全民的1/4，全日本1700座城市中约有40%被定义为人口稀少。这个世界第3大经济体正在与人口下降、低出生率和高预期寿命做斗争，而这座娃娃村则以另一种形式在实现人口壮大。村里各家各院甚至田野里、街道旁都布满了玩偶娃娃，逼真的形象会让人误以为村子里人丁兴旺、生气勃勃。但实际上，这些1比1大小的假人只是曾经村里居民的一种复原，而创造这一景象的竟是村里目前的这位年轻人，将近70岁的民间玩偶艺术家铃野月美。据铃野回忆，1961年的时候，附近建了一座明庆大坝，用于水利发电，村子里还建有大型工厂。尽管处于森林山谷之中的穷乡僻壤，但当时全村拥有300多名居民，每天人们都有说有笑，村里总是散发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铃野7年级的时候，他离开了村庄，搬到大阪生活。那时村里还有很多小孩子在学校上课，后来小孩子们与铃野一样，也都陆陆续续随大人搬到附近的大城市生活，村里只留下了上了岁数的留守老人。15年前，铃野为了照顾80多岁的老父亲回到家乡，但眼前的景象让他很难接受。近似荒芜的村庄只剩下20-30人，曾经的欢声笑语被岁月冲刷成了死气沉沉。回到家乡，他试图开垦农田，种些粮食蔬菜，但不幸的是第1年颗粒无收。他突然想起父辈们种地时都会制作稻草人，于是第2年他也制作了稻草人摆在田里。他给稻草人穿的是老父亲的衣服，有经过的村民看到甚至会摆手并大声打招呼。这一无意中的以假乱真仿佛又牵出了人们的回忆，仿佛曾经的老哥们老姐们或者小伙伴又回来了。
从此，灵野开始按照自己的回忆制作玩偶娃娃，每一个娃娃都是村里曾经的居民。制作娃娃的过程粗糙又细致，细致的是嘴唇嘴角的做工，粗糙的则是身体用木架和报纸填充。一般做好一个娃娃要2-3天的时间，娃娃在户外风餐露宿的保质期大约是3年。就这样，10几年过去了，寂静的小村庄又回到了往日的繁荣，只不过老人陆续离去，玩偶娃娃却此起彼伏。如今400多个逼真的假人安静地与灵野一起守护着村庄。在7年前关闭的学校里，良好的课堂纪律使老师校长颇感安慰。曾经学校里最后的2位学生仍旧穿着当时的衣服在上着社会教育课，甚至每一位娃娃村民都有一张详细的户籍记录。除了课堂上，体育馆里也是一派生机勃勃。娃娃村经过全球媒体的报道，也不断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灵野制作的娃娃们成功地将这个村庄放在了地图上，大家可以使用谷歌地图欣赏娃娃村的街景。每年10月，当地政府都会为游客举办稻草人节，而这种吸引游客的成功策略随后也被日本的其他村庄所复制。但对于灵野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旅游项目，也没有把制作娃娃当成是一门手艺和艺术表现，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会让自己和村民更快乐一些。娃娃村是日本高龄化社会人口负增长的最典型的例证。目前大约94%的日本人都住在城市，有超过1万多个边缘村庄因人口减少而变成被遗弃的鬼城。但灵野的创作仅仅是极个别现象，由于娃娃们穿着衣服形态姿势过于逼真，它被描述为令人难以忘怀，但更多的描述则是令人毛骨悚然。尤其在雨水滴落的阴暗时刻，你能保证不会想起山村老师。白天也许会有游客穿梭，但夜晚几乎没有游客过夜，毕竟这里并不是游客的家，只有灵野和村里仅存的老人会把记忆中的快乐一点点地重现出来。每天早上，灵野都会问候一下各位父老乡亲。她的老公和孩子依旧生活在大阪，但她的快乐源于清脆的环境、美好的心情和愉悦的心态，似乎与物质无关。回忆和精神是多么纯洁纯粹，有时候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你觉着呢？咱们刚刚聊过日本神奇的娃娃村，其实这并不是日本唯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村庄。在日本东京的富山县还有一处石像村庄，这里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寂静山谷，丛生的杂草中遍布着800个居民，但没有一个人会说话。不过据说夜幕降临以后，他们会自己移动，即使白天走在村里，仍会感觉到背后有人冲你微笑，有人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这座安静的石像村庄并不是石雕厂，也不是石材加工的展示区，因为众多的石像而被称为是一个村庄，名字就是你可以在那里遇见佛像的村庄。这石像村庄大概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要不是几年前被一名日本摄影师偶然发现，恐怕至今仍还在山谷中不为人知。追踪石像村庄的由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雕像基本上都出自于中国雕塑家之手。早在1989年，当地富豪古河先生委托一位中国雕塑家制作了大约800个栩栩如生的雕像，他希望将这些雕像永恒地保存下来。这些石像千姿百态，每一个都不同，包含各行各业各类穿着的各类人群。据说这些雕像的原型都是古河先生的亲戚朋友，甚至可以描绘出古河先生在他一生中有关系的所有真实人物。而这其中的一位则是古河先生他自己在瞭望着整座村庄。古河为这些雕塑花费了近3.6亿人民币，他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和后人不忘记这些亲近的人，并且希望这样的一座石像公园可以成为供游客休憩游览的热门旅游胜地。不过在古河去世之后，雕塑数量并没有再增长，年久失修的村民本来安详的模样被渐渐侵蚀，渲染出了一种诡异的氛围。有人说这是山野中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有人说这是日本的所谓现代版兵马俑，还有人说这就是一个私人雕塑公园。不确定的是，古河一生中的这些亲戚朋友是否知道自己被做成雕像，永远地陪在古河左右。每个雕像都有详细的人物描述，而这800个人是否来找过自己，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自从这座石像村庄被重新发现以来，慕名前来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栩栩如生的雕像只是表情呆滞地看着四周，游客们会说这个地方让人感觉不安，还会让人担心夜间这些雕像不会像白天一样静止不动。不管如何，现在的石像村庄确实变成了网红旅游景点，尤其当你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之后，会感觉这一切看上去很美。在寂静的山谷中，只有清脆的鸟鸣和微细的风声，确保不要大声说话惊扰到安详的村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穿过杂草的沙沙声，请不要突然转身或将注意力放在背后。如果不想毛骨悚然，一定要确保在拜访时不要眨眼。当然，严重不建议在夜晚探访石像村庄。月光之
之下的景象，恐怕没几个人能够承受。都说夜晚石像会自己移动，你想去见证一下吗？白雪覆盖的一座座茅草屋，坐落在静谧的山谷之中，总会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尤其在冬季灯光亮起时，严寒似乎被点点暖意冲破，真的就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这正是日本原始景观的再现。这些独特造型散落在田间的茅草屋也被称为合掌式房屋，其最大的特点是人字形的屋顶，看起来像是两手手掌合在一起一样。在日本，这样的房屋被称为合掌造，而由这些房屋组成的山谷中的村庄，自然而然也就被大家称为合掌村了。其实这样的房屋在日本也并不多见。传说这种建筑形式是13世纪初平氏家族战败后遁入深山，为了御寒并躲避追兵而建造的。目前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大都兴建于江户时代中后期。那当地村民为什么要建造这种造型的房屋呢？其实这也跟当地的气候有关。比较典型的合掌村位于日本中部，距离东京350公里，岐阜县和富山县的白川乡和五个山的山谷中。这里是日本以降雪量巨大而闻名的地区之一，所以把房屋建成陡峭合掌的形状，这样更有助于减少积雪的重量，同时对于化雪也有帮助。不仅屋顶形状有如祈祷之手，在房屋建造的过程中也几乎不使用钉子或者任何其他金属材料，完全都是就地取材和原始的工艺。比如结构用木材，屋顶用稻草，这样的房屋具有极佳的柔软性和耐重力，对于抗震和大雪都有很强的抵抗力。据说这合掌屋的建造也考虑了风向问题，除了可以让风的阻力降到最低，还可以调节屋顶的日照量，从而使屋内尽可能的冬暖夏凉。同时屋顶稻草还能吸收噪音，使屋内安静又舒适。这些房屋都深藏在静谧的山谷中，在当年基本上都是与世隔绝的状态，外人甚至日本其他地方的人对此也都一无所知。那真正将这合掌屋介绍给全世界的，则是德国的建筑学者布鲁诺·陶特。他于1933年至1936年间到访日本各地，进行传统民居样式的调查，实地走访合掌屋后大感惊艳，在《日本美的再发现》一书中赞誉其为极端合理，就连日本境内也相当罕见的传统庶民建筑。同时他在著作中也提到，这风景不像是日本，至少是我至今未曾见过的景色，不如说这是瑞士，不然就是瑞士的幻想。从此合掌屋走出日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进而演变成了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目前世界遗产合掌造房屋主要分布在迪厅、相仓和尖沼这3个村庄，尤其以白川乡迪厅村最为著名。我们能看到的很多经典的照片都出自迪厅村。如果你也想拍出如此梦幻感十足的照片，只需要来到迪厅村后，步行或者乘坐巴士爬到城山天守阁观景台或迪厅城际观景台就可以实现了。同时这观景台也是冬季点灯活动时游客们争相卡位拍照的地方。白川乡点灯传统已有30多年历史了，随着参与这一活动的游客日益增多，短短2小时的活动能吸引来8000人，如今只有提前申请预约才有可能允许进村的。虽然每年白川乡最佳的旅游时间被公认为降雪量最高的12月到次年2月，但对于白川乡迪厅村来说，一年四季似乎都是绝美的季节。春天这里是色彩梦幻的樱花圣地，夏天房屋四周遍布着绿油油的稻田，到处都是昆虫和鸟类欢快的叫声，秋天更是有红有黄，色彩分明，那冬天自不必多说了。所以白川乡迪厅这样的小村庄也被称为日本最美的村落。其实迪厅村并不大，大约1小时左右就能逛完。村里有60多栋合掌房屋，大都是村民自己居住的，有一些典型的合掌屋也会对游客开放。其中最著名的合掌屋就是位于迪厅的中心，巴士车站不远处的和田家。从古文书记载，和田家在江户时代工作于衙门，在家里生产火药及蚕丝，这也是白川乡规模最大的合掌房屋，现在仍然是和田家的私人住宅，只不过有一部分对游客开放参观。走进屋内根本看不出来这是300多年的建筑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合掌房屋一般都有3到4层，这样可以隔出大量的使用空间。其实从江户时代开始，白川乡的居民大多从事养蚕业，养蚕需要大量的室内空间用于蚕床和桑叶的存储，这就导致了合掌式房屋屋顶空间的多层次划分。在和田家还可以看到当时养蚕所用的工具及农具。从和田家出来，继续逛一逛这个日本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地区。实际上除了冬季白雪覆盖，春天、夏天和秋天走在村里感觉更有生机。街边有很多纪念品店和小吃店，
而这小小的村子里还有寺庙呢。这座小木亭旁边便是本觉寺。本觉寺附近的太田樱被认为是非常稀有的新物种。既然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村里一定也会有一些房屋被改造成民宿，大多相当于2星3星的酒店。迪厅村是一座比较狭长的村庄，村边的河上有一座全长107米的吊桥相逢桥，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周围的河流和山脉，穿过吊桥则是自驾游客的停车场。大约在迪厅村的最南端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据说是田岛家养蚕展示馆，这也是村内唯一以养蚕为主题的展示馆，里面展示着村里的养蚕历史及史料，也有放映旧田岛家遗建的贵重民俗记录影片。田岛家如今正致力于复兴传统的丝绸业，虽然现在养蚕业已经不常见了，但村民们并没有放弃务农，一片片稻田也是村里的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村里除了刚才看到的本觉寺，另外还有一座1748年创建的明善寺，大约在1800年左右，库里、钟楼门和本堂才依次序建造完成。明善寺也是一座因日本红豆杉而闻名的传统寺庙，库里是作为僧侣厨房以及居住的建筑物，钟楼门则是吊着繁钟的茅草屋顶之门，在这里能感受到古代日本的气息。除了寺庙，在明善寺南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神社，名为白川八幡宫，这是一座平时相当庄严肃穆的神社，但每年10月14到15日会举办浊酒祭，向神明供奉发酵过的浊米酒，表演狮子舞和传统舞蹈。另外，这白川八幡神社在许多动漫场景里都出现过，所以会有不少动漫迷特意来参观。从迪厅的南部走回北部，在村中的小路上也不难看出合掌屋有大有小，这也正好体现了不同家族的身份和地位。比如这座特色的合掌屋神田家，据说已经有160年以上的历史了。神田家起始于刚才提到的村里最大的和田家分家之后，在这里开始了造酒业以及新生活。从宽阔的隔间以及屋子骨架上大量的木工笔迹可以看出，神田家在合掌房屋中绝对是完成度非常高的建筑。要说像这样的木质房屋最怕的就是火了，那为什么他们还在房屋里24小时不断的生火呢？其实这个主要作用是用烟熏屋顶。由于屋顶都是稻草铺就的，常年烟熏可以驱逐屋顶上的害虫，并具有防腐作用，从而延长屋顶的使用年限。在神田家斜对角还有一座代代相传了250年的长赖家，长赖家从初代到第3代都是医生，因而保存且展示着许多江户时代的医疗器具。长赖家的房屋为5层的合掌屋，大柱子直通到底，撑起巨大的屋顶。要说这合掌屋的屋顶大概每30-40年就要更换一次老朽的屋顶茅草，更换茅草需要大量的人力，每次有谁家的屋顶需要翻修，全村人就会同心协力一起完成。这种合作方式在当地也被称为节。尽管你可以在几小时内走遍白川乡迪厅的大部分地区，但要真正沉浸在这种氛围中，享受日本农村质朴的生活，摆脱现代生活的压力，重回童年寻找回来的世界，那当然更可以在迪厅多住上1日，亲身体验一下日本人过去的生活方式，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飞驼牛肉，顺便感受一下清晨，欣赏一下夜晚，不论哪个季节都会有童话般的体验。最后也千万别忘了去天守阁观景台，在这里不仅能将迪厅村尽收眼底，而且随便就能拍出你所见到的那些广告大片。如今的白川乡每年能吸引来数百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已然是当地的绝对支柱产业。一方面得感谢德国建筑学者布鲁诺·陶特将这合掌屋展现给了全世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当地村民自己的努力。其实早在1800年至1900年代初，合掌屋在白川乡到富山5个山地区出现，到1940年代后，由于修建水库、村民移居加上火灾等，据统计1924年大约还有300栋的合掌屋，到了1961年竟锐减至190栋。村民们越来越注意到合掌屋有被保存的必要，于是自1967年开始，以和田家为中心，将各地的合掌屋迁移到白川乡保存，从而形成了现在最大的合掌屋聚落。为了妥善保护这些特殊建筑，村民们于1971年成立了白川乡迪厅村落自然环境保护会，制定出了不卖、不租、不破坏3原则为居民的生活宪章。因此迪厅的合掌屋一直都是有人居住的，这也是目前为止迪厅合掌村的最大魅力所在。1995年登录为世界遗产，1997年村民们又设立了世界遗产白川乡合掌造保存财团，
来从事村内的景观保存活动。游走在历经坎坷保存下来的合掌村落，你是否也会为当地村民感到骄傲呢？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